出师表》是诸葛亮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成的？不去救援关羽的刘封和孟达，最终的下场如何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何要走岐山道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上书出师表及司马懿斩杀孟达。226年5月16，魏文帝曹丕病逝，年仅40岁。之后，由他和甄氏所生的儿子曹睿继位，即魏明帝，时年23岁。曹丕临死前留下遗诏，让曹真和曹休以及司马懿和陈群共同辅政。此时，诸葛亮经过2年多的休养生息，使得蜀汉国力大增。得知曹睿刚刚继位，他觉得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。227年，诸葛亮在北伐之前给刘禅写了一封奏折，安排后事，这便是著名的《出师表》。他以恳切的言辞劝勉刘禅要继承刘备的遗志，赏罚严明，亲贤远佞，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。接着，他便与赵云等将领率军前往汉中，为正式进攻曹魏做好准备。到达汉中后，他将大军屯驻于绵阳，即今天的陕西省勉县。北伐之前，他需要先解决掉一个人，此人便是孟达。当年刘备在阳平关打败曹操，占领了汉中之后，便命令孟达从秭归率军出发，前去攻打上庸3郡。孟达向北攻打房陵郡，房陵太守蒯齐兵败之后被杀，房陵郡被拿下。之后他继续率军西进，准备攻打上庸。刘备担心孟达难以独自完成任务，就让自己的养子刘封从汉中出发，与孟达在上庸会合。上庸太守申丹果然不敌，率众投降，并将妻儿和宗族全都迁往了成都为治。刘备任命申丹为征北将军，其余官爵保持不变。接着，西城郡也被蜀汉拿下。就在这时，关羽从江陵出发，攻打襄阳和樊城。不多时，他便斩杀了庞德，俘虏了于禁，进展非常顺利。他让刘封和孟达一起发兵前来，继续扩大战果。可他们拒绝了关羽的请求，拒不发兵。不久之后，徐晃率军前来救援襄樊，吕蒙又白衣渡江占领了江陵，导致关羽大败，无处可去。他便再次请求刘封和孟达发兵救援，可他们却以上庸等地刚刚归附，人心不稳为由，再次拒绝关羽，导致关羽败走麦城，荆州丢失。刘备得知关羽被杀的消息后，非常悲愤，怪罪刘封和孟达没有及时救援关羽。孟达非常害怕，担心刘备会治罪于他，而且他与刘封长期不和，刘封仗着他是刘备的养子，肆无忌惮地欺凌他，并将他演奏古乐的乐队都给抢走了。一气之下，孟达便给刘备写了一份书信，然后率领4000多人投降了曹魏。曹丕非常高兴，立即封其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，并且将西城郡改名为卫兴郡，然后又将房陵、上庸和卫兴3郡合并为新城郡，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，将西南的重任委托于他。同时派遣夏侯尚和徐晃与孟达一起夺取3郡。孟达给刘封写信，劝他一起投降曹魏，但被刘封拒绝。见曹魏的大军到达，已经投降了蜀汉的申丹和申仪2兄弟，反过来背叛蜀汉，转投了曹魏，共同对付刘封。刘封不敌，只好逃回成都。到达成都后，刘备责备他欺凌孟达，使其投降曹魏，不救援关羽，导致关羽兵败被杀。诸葛亮也考虑到刘封刚烈勇猛，刘备死后难以驾驭，便劝说刘备借机将他除掉。于是刘备便赐刘封自裁。临死之前，刘封叹息道：“我真后悔没有听从孟达的建议，投降曹魏。”孟达刚投奔曹魏的时候，曹丕对他非常器重，桓阶和夏侯尚等人也与孟达关系亲密。可司马懿却认为孟达言行轻巧，不可信任，多次劝说曹丕，但曹丕不听。曹丕病逝后不久，桓阶和夏侯尚也相继去世，孟达便逐渐失宠，开始有些担心。得知诸葛亮来到汉中准备北伐，他便给诸葛亮和孙权同时写信，准备叛逃蜀汉或者东吴。可诸葛亮觉得孟达反复无常，不可重用，于是就想办法让他尽早反叛，借机除掉孟达。他得知孟达与申仪的关系紧张，于是便安排属下将领郭沫假装叛变蜀汉，前往卫兴郡向申仪诈降，并故意将孟达准备投靠蜀汉的事泄露给申仪。
申仪得知后，连忙将此事告诉给屯驻于宛城的司马懿。司马懿担心孟达随时会投奔蜀汉，于是就给他写信，假装劝慰，暂时将其稳住。果然，孟达收到信后便开始犹豫，没有及时投奔蜀汉。而司马懿早就料定了他的做法，写完信后便开始秘密进兵，准备征伐孟达。可此时的孟达还被蒙在鼓里，他给诸葛亮写信说，宛城距离洛阳有800余里，司马懿如果想来攻打我，就必须派人前往洛阳请命，而宛城距离上庸有1200多里，因此来回的路程至少需要1个月，到时候我的城池已经修筑牢固，而且司马懿肯定不会亲自前来，要是其他部将前来，根本不足为虑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司马懿不仅先斩后奏，没有请命就率军前来，而且是亲自率军，日夜兼程地赶往上庸，只用了8天时间，他的大军便赶到了上庸城下。此时蜀汉和东吴前来援救孟达的大军也已到达，但被司马懿派人拦截在安桥和木兰塞，即今天的浔阳县以东的汉水北岸，无法赶来救援孟达。上庸城3面环水，孟达便在城外树立木栅，加固城防，司马懿则让大军渡水毁掉木栅，直逼城下。228年正月，司马懿率军猛攻了16天，孟达便抵挡不住了。其外甥邓贤和部将李辅开城投降，魏军冲入上庸城，斩杀了孟达，并将他的首级送往了洛阳。之后，司马懿觉得孟达的叛军反复无常，便将他的其余部众7000余家全部迁往了幽州。魏兴郡的申仪也被逮捕后送往了洛阳。至此，孟达被除，司马懿随后也率军返回了宛城，诸葛亮便准备出兵北伐了。从汉中翻越秦岭，自古有5条路线可走，分别是陈仓道和包斜道、倘洛道和子午道以及岐山道。魏延建议诸葛亮从子午道出兵汉中，但被诸葛亮拒绝，而是让赵云率领疑兵杨庄从包斜道进兵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走岐山道偷袭陇右。那么诸葛亮为何不听魏延的计谋？马谡丢失街亭之后，第一次北伐为何就宣告失败了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